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古装女神谭松韵3部神剧逆袭，观众反响超乎想象。古装女神谭松韵3部神剧逆袭，观众反响超乎想象。这回我们说点实在的。说起古装剧这码事儿，谭松韵最近的热度，那真叫一个风头盖过了房顶。从蜀锦人家到兰香如故，再到未播先火的逍遥，不少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古装女神、扛剧女王这些金光闪闪的头衔按在了她的头上。什么巨抛脸、爆款体质，标签贴得满当当的，好像她随便演个啥都能引发现象级讨论。可真的是这样吗？3部古装剧，3种反响逆袭还是包装？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，谭松韵最近所谓3部神剧到底神在哪儿？蜀锦人家数据可喜，剧情平庸。蜀锦人家一上线就迎来不俗播放量，豆瓣评分也勉强维持在及格线上，看似是一部成绩尚可的作品，但深入剧集内核，你会发现这部剧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创新。故事依旧是女性成长加权谋争斗的老路子，女主从织锦小图成长为将义传人，虽说看似励志，但套路感浓重，更别说台词浮夸、节奏拖沓，一些桥段甚至让人产生年代剧里硬凹古偶味的错觉。不少观众打趣，除了服饰和布景，几乎没有什么记忆点。再说了，收视率这东西，在如今这个水分横流的市场，早已不能成为衡量剧集含金量的唯一标准。播放量再高，也可能是营销堆出来的泡泡糖数据，一戳就破。兰香如故，双生设定加复仇爽文，终究还是老套路。兰香如故是谭松韵第一次挑战一人分饰2角的古装剧。说实话，这种设定本身就自带热度，毕竟双生身份、复仇逆袭这种桥段，最容易戳中观众情绪支点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观众已经吃这碗复仇爽文多年了，真的还香吗？不少弹幕都在感慨，换个名字，换个服装，但剧情内核没换。最让人担忧的，莫过于人物情感逻辑混乱，剧情时而悬浮，时而用力过猛，一会儿是苦情逆袭女主，一会儿又强行恋爱脑开挂。这种剧情四不像的状态，反而削弱了谭松韵在剧中的演技发挥。但我们不能否认，她在剧中的眼神戏和哭戏还是颇具感染力的。也正因如此，不少观众才愿意再给一次机会。逍遥，期待值拉满，压力也随之而来。未播先火的逍遥，无疑是当前谭松韵古装路线中最具爆款潜力的一部。这部由狂飙导演执导，赵丽颖友情出演，侯明昊担任男主的仙侠大戏，从筹备开始就吸引了一票粉丝的目光。海报一出，预约人数破100万，话题登顶热搜，爆款预定似乎已成共识。可问题也随之而来，仙侠剧的雷区众所周知，5毛特效、逻辑混乱、CP 感尴尬，一不小心就成了股早翻车现场。况且，仙侠剧虽号称最容易爆的题材，但在剧荒时代也最容易落俗。要想真正爆出来，剧情、演员表现、后期制作3方面缺一不可。一个出戏的 CG， 一句尬到掉头发的台词，都可能成为社交平台的群嘲对象。所以对于逍遥而言，期待值越高，观众的容忍度也越低。真要杀出一条血路，谭松韵还得拿出真本事来。谭松韵的扛剧密码真是玄学，还是风口红利？这些年，谭松韵确实积累了不少代表作，从《锦衣之下》以家人之名，再到请叫我总监，她几乎没有扑街剧，每部作品都有热度，有流量。有人说这是她的玄学体质在发力，娃娃脸讨喜，性格接地气，演技稳定，不争不抢，
自带好运。但站在行业视角来看，这更像是他踩对了节奏，搭上了甜宠加国风加女性独立3大赛道的顺风车。他的角色设定几乎总是精准匹配主流审美，柔中带刚，逆境成长，感情纯粹。这种设定既能抓住观众情感，又容易在社交平台上引发讨论度。此外，他背后的团队运营和资本联动也不容忽视。有网友调侃，谭松韵的剧从来不缺热搜预算，从开机到杀青，从预告释出到正式播出，几乎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配套的热搜节奏与话题制造机制。资本是双刃剑，它可以让你迅速拥有可见度，但也可能让你在舆论场里寸步难行。只要一部作品稍有不慎，翻车的速度甚至快于爆红的速度。古装剧的虚热时代，孵化到精致好剧本。近年来，古装剧进入了一个怪圈，外壳越做越好，内核越来越空，动不动就是非遗传承、国风之美，海报拍得宛如时尚大片，演员孵化到精致的像古董展，但一到剧情就开始尴尬如山，人物人设崩塌，逻辑跳跃，全靠颜值和滤镜硬撑。观众已经不是5年前看个脸就够了的那批人了，现在的剧迷更希望看到的是实打实的剧本张力，是文化底蕴的沉淀与展现。与其花大价钱做镶金堆玉的场景，不如在剧本上下苦功夫。《甄嬛传》能成为10年一遇的经典，不是因为服饰有多华丽，而是剧情节奏、人物塑造、台词打磨都达到了极致。反观一些所谓的大制作，硬塞台词、随意反转、CP 强捆绑，观众只能说一句：别再侮辱我们的智商了。爆款背后，观众的审美也在悄然升级。如今的剧集市场其实早就进入内容内卷时代，观众的眼光越来越刁钻，审美越来越多元，早已不是靠几个营销热搜就能哄住的数据韭菜。能不能红，不只看演员咖位，还得看能不能打动人心。扛剧女王这个词，其实是一种行业奖赏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你可以靠运气红1次、2次，但不能永远都靠运气。1次撞风口是运气，3次撞风口还是运气，那就不叫幸运了，那叫设局。谭松韵的确有不错的演技基础，她的情绪表达自然，哭戏动人，情感细腻，但这只是演员的一部分能力。真正的能扛剧，是指能在任何题材中都不掉线，是能在角色里站得住，活得久，走得远。我们不能否认谭松韵的努力与稳定，但也必须承认，她还远未达到稳坐神坛的阶段。尤其是在类型化过度、审美疲劳的当下，单一的角色形象与设定很容易陷入观众疲劳期。写在最后，别光看热闹，观众更想看到他破圈的一刻。说到底，观众并不讨厌爆款，也不讨厌流量，但他们更渴望看到演员的成长曲线。谭松韵确实凭借《锦衣之下》等作品打开了古装市场的通道，如今又接连推出《蜀锦人家》《兰香如故》《逍遥》3部古装剧，试图巩固古装女神的形象。但观众想要看到的，或许不是她在演一个温柔坚强的女主，也不是在一次复仇爽文的翻版，而是她真正意义上挑战自我，跳出舒适区的那一刻。比如饰演一个反派，一个悲剧角色，一个与她形象反差极大的底层小人物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立住。流量是虚的，角色是实的。角色一旦立住，演员自然就红得稳。所以，与其期待逍遥能成为他的又一部爆款，不如期待他未来某天能端出一部封神之作。愿那天不远。